Hello， 大家好，我是肉根 Logan，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跳伞历险记。在台湾呢，跳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除非你是当过伞兵的人，才有那个机会去做跳伞。不然的话，在台湾你其实只有飞行伞这个活动可以去做体验。其实 Logan 我本身是有一点点惧高症的。应该正常人都会有点惧高症，但都已经到了澳洲了嘛，那不体验一次怎么可以呢？所以为了不让人生留遗憾，我就毅然决然的报名了。在布里斯本附近有2个跳伞的地点，你可以去做选择，一个是阳光海岸的努萨，一个是新南威尔斯的拜伦贝，你可以去做选择。Logan 我当初他的旅行社优惠是在拜伦贝，所以我就跑到新南威尔斯去了。毕竟我的钱包只允许我选择了优惠价。但跳伞这个活动其实很看天气吃饭的，要看老天爷赏不赏你。因为下雨不能跳，云太厚不能跳，风太大也不能跳，还有一些林林总总的原因。他都不能跳，所以呢 ，Logan 我是去了第5次，我才成功跳到伞。其中1次还是我到了那边排队，文件也写了，也签名了，该做的都做了，甚至我装备都穿了，就上一团轻航机的驾驶下来说。没有办法，上面的云太厚，所以他就临时把后面的人全部都取消掉了。我整个就傻在那里了。但是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他们针对我们的安全是很看重的，不然的话早就让我们跳一跳啦。毕竟我们有跳，他们才有钱拿。所以那一天他们是招待我们去免费的镇上游玩，在澳洲有一些草皮上，你会看到像这样子，很多人围着一台车或是一个摊位，上面有很多免费的玩具，你可以去做使用，像一些扯铃、风筝、丢杂耍的瓶子，甚至跳绳、呼啦圈，这都是人家免费提供给大家游玩的。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说不定有这个善心人士，但是我是没看到啦，可能我比较孤陋寡闻，大家要原谅我。所以呢，经历了重重的困难，我终于在第5次的时候实现了我脚软的梦想。接下来大家就来看一下 Logan 我变形扭曲的脸吧。So here we are about to go skydiving. Are you ready? Yeah. Want to say anything? I don't know. Finally, I can skydiving because I already went here 3 times. It's nice, my home. Yeah. And I will see my brother skydiving. Awesome. Yeah. Alrighty. Sit back up.
The three of us went skydiving. Yes, How was that is awesome. You Awesome. must be come to Byron Bay. Thumbs up. Good. 大家应该看到我刚才变形的脸，整个脸变得很畸形。接下来说说我的跳伞的感想。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教练绑在我后面，我绝对会跟着飞机驾驶一起下来，我才不要跳嘞！在上面看到海平面跟整个地平线，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感觉。如果不是教练绑在我后面，把我一起从舱门推出去，我绝对不会跳。然后 Logan 我那一次跳的是16000英尺，其实我只买15000，但是因为延太多次，他们免费升等，我心里就在 OS 可以不要吗？差1000差很多，我个人这样觉得啦。而且越到上空，飞机飞越高，上面的温度越低，这就是物理原理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有点忘记海拔高多少，温度会降1度，好像是1000吧。我以前的老师不要来打我，所以真的会冷到发抖。那一天我是穿长袖，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至少再加一个薄外套，才不会在上面发抖。我真的在上面都会发抖。至于鞋子的部分，不管你是穿那种套的，还是要绑鞋带的那一种，我都建议你们用他们那边提供的胶带先捆个2-3圈。那时候 Logan 我穿的是绑鞋带的鞋子，我整整打了3个平节。结果呢，当教练跳伞到中途一拉开降落伞的时候，他会有那个居力拉扯，一拉扯下来，我就隐约的发现我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很怕它掉，因为掉下来也不知道会砸到谁，那砸到你就直接进法院了。所以我脚就这样盯着，一直这样盯到落地，整个脚都已经将近抽筋的状况。建议大家不要太铁齿，有胶带就用胶带，然后不要穿太好的鞋子去，因为胶带加减会有点残胶，穿你的工作鞋去就好了。再来呢，要跳的时候，他们都会先讲解姿势。其实他们在下面，在你要上飞机前，都会把所有的动作跟你们重复过一遍，强调确定你知道，还会抽考。他跳的时候，你要把身体变成一个香蕉的形状，因为香蕉是弯的嘛，但是是脖子往后的那一种弯曲的香蕉形。你的手，你就要拉着你的降落伞的带子，等到教练他拍你的肩膀的时候，你才可以把手张开，一起增加丰富，也体验一下那种失重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头一样不能看下面的地平线，你一样头只能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云、海平线，也有可能地平线看你跳的地方。当然我那时候大部分就是看到云跟海，因为他会怕说你的脖子承受不了那个风阻去受伤，所以说脖子都一定要维持这样平看的方式。接下来就是重点了，很多人出糗就在这一刻。当教练一拉开降落伞的时候，因为我们2个人重力加速度16000英尺这样跳下来，速度是很快的，所以你伞一拉开，阻力一有的时候，那个拉扯的居力，我看过很多国外影片会直接晕倒。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就差一点晕倒，虽然说我没有晕倒，但是我整个脑筋一片空白。我在哪里？这里是什么？我在干嘛？完全就是脑筋一片空白。然后这个教练也有点贱，他在拉伞之后，他就把他手上的 GoPro 拿起来对着我，要我讲点话。但是我脑筋一片空白，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等我恢复了才开始录，他剪片还特别剪，我觉得教练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应该是那剪片师很贱，剪的这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接下来教练就会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控制降落伞。我一开始拉的时候，我只有拉到大概我肩膀这里，但是他说不是，要整个往下拉，拉到碰到你的脚的那边，你才会有那种被甩出去的感觉，被降落伞甩出去转弯的感觉。那也是另外一种失重感。我就觉得，看我这样拉一拉，我会不会被甩出去？教练你在伞上。最后教练看不过去，他都直接用拉着我的手直接往下拉，这样去转弯。因为我们是要到达那个固定的降落位置，所以教练都是要调整。最后呢，当我们要落地的时候，你就是负责把脚往前平举，人这样脚要往前平举，教练会随着那个草地这样滑过去，去做降落的动作。当我一踏到土壤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看我不要再跳第二次了，我人生体验这么一次就够了，谁都别想再叫我跳第二次。真的，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我体验一次就够了。但是我在飞机上有问那些跳伞教练，带着我那个教练，他跳了总共累积9万次，然后他旁边那一个跳了12万次。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勇者才敢做这种事情。不知道大家算勇者呢，还是跟我一样是比较普通人？体验一次就够了，但是人生至少要做那么一次。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跳伞历险记，一样相关的资讯 Logan 会放在说明栏里面。最后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ciao。